大家好吗？今天跟大家聊聊今年的6月21。2020年6月21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不仅仅会发生日环食，而且还是发生在今年最长的一天，也就是夏至。同时，这一天还是父亲节 Father's Day。我想从物理角度和灵性角度跟大家探讨一下这次日环食对我们个人和世界的影响，还有就是注意事项和我们怎么把握好的机会。最后呢，我再讲2个阴谋论，希望你们能看到最后，因为第2个阴谋论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但是也说了是阴谋论，所以大家也不必认真。OK， 好，咱们先说6月21号的这个日环食。我默认大家已经知道日环食的形成原因，我就不再说了。红色到黄色覆盖的地区就是这次日环食可见地区，中间红色部分覆盖的地区就是可以看到完整的日环食。日环食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是北京时间6月21日下午2点33分30秒开始，历时大概2个小时25分钟17秒，结束的时间是下午4点58分47秒。作为职业摄影师，我职业病又犯了，所以我想在这儿提醒一下想拍日食的小伙伴们，强烈建议使用 Solar Filter。 虽然叠加几个 ND Filter 可以起到减少可见光进入的这个情况，但是 Solar Filter 它主要的是阻挡可以烧坏相机传感器的紫外线和红外线。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通过取景器看太阳，因为这样真的会晃瞎眼睛的啊！所以如果要是照的话，一定要通过屏幕看，不要通过这个取景器看，通过屏幕看。OK， 跑题了，说回日食。每次日食的发生都会对人类和地球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呢会持续大概半年左右。尼古拉特斯拉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知道宇宙的秘密，就用能量、频率与振动来思考。日食会让太阳风暴、太阳风等等这些振动还有辐射频率发生改变，这些变化都会对地球上的一切产生影响。以前很长一段的时间，我们整个人类专注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物质世界，直到近些年来呢，人们才开始专注研究这些无形的存在对我们人类的影响。上次日食发生的时间是2001年6月21，是同一天。3个月后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上次是土星和冥王星联合，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木星和冥王星联合。木星的这个仁慈和放大这种属性呢，会让今年日食对我们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影响相对柔和，所以接下来大家不必担心会发生像上次911那样的惨烈事件。今天我们不聊过于具体的占星术的东西，比如各个行星啊、星座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只聊一些这些现象、这些天象对我们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的影响，以及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我们自己今年的命运发挥到最好。这次日食使地球全面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一些旧的系统或者旧的体制会解体，在解体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混乱时刻，就是这种混乱的时期一过去，就会形成新秩序，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这种蜕变是全球性的，但是被日环食这种照到的地区，一些事件发生的几率会更多，比如中国一些诡异的天气，南方地区一些灾害以及边境冲突等等，都会受这个日环食这个影响。请记住，2020年的
下半年都会受这次日环食的影响，所以在未来半年的混沌时期，还会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发生。往大了说呢，就是世界格局会有一些改变；往小了说呢，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将会有慢慢的重大的改变，包括工作、学习，我们吃的东西、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大自然自己有一些改变。所以，从旧的秩序的解体，到混沌，再到形成新的秩序，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无一例外，谁也逃不开。如果还有小伙伴在想着说，等疫情过去，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恢复的像过去一样，那我真心的想说一句，打消这种想法吧。没错，世界会从混沌，然后恢复到我们认为的正常状态，但是这个再形成的新的正常状态，已经跟过去的正常状态不是一回事了。举个例子讲，比如在家办公、网络会议，就算疫情结束了，很多公司仍然会实行在家办公、网络会议。虽然这对一个公司来说只是小小的变化，但是整个世界都在因为这些小小的变化而改变。比如说，这个变化就会带来交通减少，这个尾气啊、废气就减少了。这些减少了，空气就清新了，野生动物都敢来人的领地活动了，出租车生意锐减，很多人不得不转行了。这种小小的变化会影响到各行各业，整个社会的结构都会随着这种变化而改变。总之一句话，没有人能躲过这种转变。这种转变也许会让很多小伙伴产生一些焦虑，甚至是抑郁。在此呢，我想跟小伙伴再说一句，中国话里有一句叫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这个外国话里也有一句，就是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不管是老天爷还是 God， 还是其他形式的高维的这种存在，其实他们都是一直在帮助我们的。但是呢，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忽视了这些帮助和提示。这种来自高维的各种提示，给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别人说的一句话，或者是看似跟你毫不相干的一件事情，或者你突然读到了一段文字，或者看着某个电影里边说了一个场景，或者突然你看到一个什么相叠加的数字啊，一个巧合的数字啊，让你突然一下不经意的灵光一闪，你脑子里突然就有了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了一个一直困扰你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你潜意识与那些高维的存在沟通的结果。这就是我也说为什么灵性觉醒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人灵性没有觉醒的时候，就好像站在山脚下。当你的灵性开始觉醒的时候呢，灵性就会带着你往山上爬了。灵性越高，你看到的范围就越广，你的格局就越大，你思维的方式就会随着格局的改变而改变，这样你的命运也会就慢慢跟着你的格局的改变而改变了。因为你站得高了，所以你就会越来越认清你的人生位置了。一个站在山脚下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体会到站在山顶上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感觉的。当你的灵性没有觉醒的时候，你能看到的只有眼前的这一条路。但是当你的灵性觉醒了以后，你就像有了 GPS， 你就可以用上帝视角来看待你的人生了。你会发现更多的人生方向，你会有更多的选择，选择你喜欢你想去做的事情，选择你想走的路。否则的话，你没有选择，你就跟着这条道走就完了。灵性主导人的
潜意识，或者说它存在人的潜意识当中。人的小我呢，是由这个意识主导的，这个小我也可以叫做 ego。灵性和小我是相爱相杀的存在，意识的这种你的现在这个有的这个主意识的这个认知范围呢，远不如潜意识，因为潜意识不仅承载着你累世的经验，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跟更高维度的存在进行交流，甚至于如果你要是能够好好的修炼你的灵性，它甚至能跟宇宙的本源有这种沟通的能力。但是意识呢，是你的认知呢，主要是来源于就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还有生活环境对给你的经验，是比较物理世界的一切。意识呢，有非常感性的一面，比如说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这都是意识所有的喜悦、感激、同情、焦虑、愤怒、抑郁等等。当我们的意识处在这种喜悦快乐这种高频的情绪里的时候呢，你的心扉是敞开的，你就愿意去接受来自其他方面的信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因为你的内心是平静的，是敞开的，就你就可以有机会去让别的信息进来。但是如果你的内心是焦虑的、抑郁的，或者委屈的、愤怒的，这个时候这种负面的情绪主导你的时候呢，你的感觉是哎呦，我心乱如麻，大脑不清醒，思维混乱，啥事儿都干不好，啥事儿也不想干，越干不好就越焦虑，就越着急，完全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不管哪里来的信息，你都不想接受。这种小我就是把这种即便人家是好的信息，他也会说哎，你别理我，我现在想静静 OK， 你别理我，他就把这种外界来的这种好的这种信息或者提示你的信息全部都挡在外面，不听，不想听。现在整个世界和地球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呢现在就应该要做的就是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人生，从内在或者从内心来进行一些净化，放下这些过时的或者不需要的这种思想包袱，或者陈旧的观念，或者没有那种积极意义的情绪，或者相互消耗的这种人际关系等等。你把这些包袱放下去了，就是不要了，清除了，你才能更好的适应新的世界、新的秩序，未来你才能过得更快乐、更好。6月下旬开始，木星和冥王星结合。从占星术上讲呢，这个木星代表的是生长、愈合、繁荣、好运甚至是奇迹等等。木星掌管的主要是旅行财富教育、宗教、法律这些东西。冥王星呢，你从这个名字上你就能判断出它是代表什么的。冥王星的英文叫做 Pluto， 如果它用作动词的话，它会表示demote、devalue， 就是贬值消亡这种意思。你就包括中文它翻译成冥王星，是吧？冥界就是死后的世界，就是说从现实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里消亡了，所以去冥界嘛。所以冥王星代表的就是一种现有东西的消亡解体。如果木星和冥王星结合，那它就表示现有的这些东西会解体，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发展繁荣，并且因为木星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你如果想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新的知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帮助你快速达到你想要学的这些技能和知识的一个好的时期。当然了，任何事情的改变呢，都不可能跟这个开关似的一下明一下暗，就是开一下就改变了，那是不太可能的。它什么都是一个循序渐进，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所以呢，其实从2020年
年初开始，大家就已经能够察觉到这种世界的改变了。6月21日的日环食，就是一个发掘我们内在潜能，以便可以更好、更从容的适应转变的好机会。我先说6月21日日环食应该注意的哪些事情。一句话就是，在日环食出现的那段时间里，请暂停一切活动，包括吃饭、喝水啊、洗澡啊、如厕呀、聚会啊、外出啊、旅行啊，尽量不要让日环食的余晖照到你的身上，因为日环食的出现会带来一些负能量，同时呢，它会影响无线电啊或者 GPS 的一些正常的发挥，而且比如说你喝的水、食物都会有这种负能量。你在这段时间里呢，最好你就不要去喝这些不太好的东西，或者吃这些不太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就2个小时，而且是下午2点钟到4点，你完全可以在那段时间不吃东西，就是忍就2个小时而已。OK， 关于旅行或者旅游，我真心建议现在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在2020年，如非必要，请不要长途旅行。我的在国外的朋友呢，总是发消息说，等疫情好一点儿，然后呢就想回国，去看国内的家人。我很理解这种心情，但是我真心建议有这种想法的小伙伴们，好好慎重考虑这件事情。如非必要，如非必要，如非必要，最好今年不要长途旅行。就算非要长途旅行，也不要在6月20号到7月20号这个时间段里，因为6月20号到7月2号是壬午月，非常非常的多发事情的一个月份。不利于出行。下面我讲就是，在日食的时候，你怎样度过呢？能够很好的利用这次日食的机会，就是让你达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哈。最好的办法就跟上次一样，也是在家里静静的冥想，静下心来听你自己内在的声音，清理或者净化自己内在的一些不好的情绪。我现在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应该怎么做。这个呢，没有任何的要求，也不需要你有什么瑜伽呀或者冥想的基础，只要你想做，每个人都可以。核心就是2个字：放下 ，Let go。OK， 就是这2个字。你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自己的房间也可以，或者安静的角落也可以，躺着坐着都无所谓。重点就是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尽量不要被不断的打扰，因为反复的打扰呢，会让你很难进入一个宁静的状态。对于那些没有练习过冥想的小伙伴呢，可能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和大脑安静下来。首先呢，当身体安静下来以后呢，你的大脑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我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哈。以前上班的时候啊，一开始写这个企划书，我这脑子里一片空白，还困得不行。那我就说行吧，那我既然这么困，那就先去睡会儿吧。等睡醒了，那我再回来写这些企划书哈。结果呢，等我去躺下，只要一躺下，这个脑子里这个小广播就开始广播了，而且是尽职尽责，事无巨细。不管是大道的还是小道的，不管是正卦还是八卦，一一播报，关都关不掉。结果呢，就是在床上2个小时，辗转反侧，既没休息也没干正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总是能够精力充沛？他们跟我们成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可以随时放下那个时候他不需要的东西。别小看这一点，放不下需要放下的东西会消耗大量你的精力，久而久之，你宝贵的精力
都耗去干那些不重要的事情，那么对你重要的事情，你分配的精力就少了，结果就不用说了。这大脑的精力的话题，我们就先不展开了，以后咱们再继续讲这个啊。当你的身体安静下来以后呢，大脑会冒出很多很多的想法，你不要进一步的跟着这些想法去想，如果你跟着这些想法去想，那你就妥妥的被带跑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躺下了，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今天晚上换一个菜点，昨天的菜太辣了。这个时候你要这样回应，好，换一个菜，然后就不再去想跟这个话题有关的任何事情了。完了，好，同意，我换一个菜，完了。但是如果你这样回答，那你就被妥妥的带跑了啊。比如说你回答是，就是太辣了，我都说了少放辣，还给我放这么多，以后不跟这家店点了。然后你的大脑就偷偷乐了，鱼已上钩，马上大脑又发了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换哪家呀？你就开始琢磨了，要不今天晚上吃快餐吧，换换。然后你大脑又说了，好啊好啊，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还是披萨？这个时候你已经成功被带跑了。所以当你大脑有一个新的念头出现的时候，你就做对话终结者，就回答一句好 OK， 然后就不理了。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大脑这种念头，莫名其妙的念头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的内心和头脑就会慢慢的安静下来了。一个最明显的你安静下来的感受就是你的听力会变得敏锐了。如果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声音闯入你的耳朵，你整个身体都会为之一震，咚一下，甚至呢你的心跳都会加速。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不觉得，没有意识到，你这个时候的身体和大脑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了。当你的意识开始休息的时候，你的潜意识才有机会跟你沟通。当你觉得你的内心已经平静了，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列给你，但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斟酌什么思考什么啊。比如，我最想干的事是什么？什么事情是对我是最感兴趣的？如果我要干这个呢，不管这个挣不挣钱我都无所谓。我现在的工作快乐吗？我因为什么快乐？我因为什么不快乐？我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工作我本身不喜欢呢，还是说，因为某个人我跟他关系不好，他老跟我对着干，所以导致我根本就不想在这个公司干了。还有我一直纠结，什么呢？我是想自己干呢，还是我想还是继续维持这个工作呢？或者呢，我不敢去面对什么事情，是逃避呢，还是害怕什么事情等等。重点是这些问题呢，全都是关于你自己的感受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举个例子，当你考虑工作问题的时候呢，你考虑的是你对这份工作的感受，比如说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而不要去考虑，如果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不想干了，我爸妈会不会说我，同事怎么想我我的朋友会不会觉得我太作，等等。不要去想这些问题，因为你在替别人想，你现在要想的只是你内心想知道的你自己的感受，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我是不是想干这个工作。原因是只有干你自己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发挥你自己本身的这种
潜能。其实每个人都是天赋异禀，只不过是很多人没有发现自己在哪个方面有天赋异禀。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趁这个机会好好问一下自己，我到底喜欢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喜欢的东西就是你会有天赋异禀的那个方面的东西。很多事情是因为受到别人的影响，比如说父母啊，或者这个周围世界的社会的这种设计观、价值观对你本身的影响，让你觉得那我做这个就应该就是去找一份工作，在大公司里工作，这个是正确的我自己想去做这个自由职业者，我想当诗人，或者想当画家，或者说我想做这个 cosplay 的这个工作但是呢，人家就会认为我这是歪门邪道，我就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低人一等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给这个事情贴的标签，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些事情，因为在未来的社会里，创造力才是财富，而不是 follow 别人说的怎样怎样。这个创造力怎么来呢？就是说你干你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更好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因为你有这方面的天赋，因为你的基因里已经有这方面的天赋异禀，所以才会让你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有些人我特别喜欢画画，虽然画画不挣钱，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天赋异禀，他画就是3笔就能画出勾勒出一个非常形象的东西来，别人画怎么画你就很奇怪，叫灵魂画手，是吧？所以呢，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你千万不要埋没自己这些天赋 OK。当然就是说这2个小时呢，你会安静的去想这些问题，但是不一定说马上你就能得到一个明确答案明天我就去辞职了，或者说我今天就应该去怎样怎样就做一个重大决定了no OK。 因为大脑是需要时间去处理你现在想的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你可能不会在这2个小时里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是在你以后的时间里再次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不再犹豫了，你好像已经下定了决心。有一些不需要的人际关系，你已经下定决心说我不想再要了。慢慢的，因为你已经下定了决心，你就开始付诸行动了。随着你各种各样的付诸行动，你的焦虑、你的抑郁、你的恐惧、你的担心都会随着这些行动而消失的。所以它是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因为在你做下这种决定的时候，你已经放下了这个包袱，没有包袱的打扰，你的人生就开始开挂了。当然开挂对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最重要，不管你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首先要放下你现在不需要的这些东西，你才能轻身的去跑去追，对吧？总之，如果你在6月21日日食出现的那个时间段里，能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静静地审视自己的内心，明确真正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在未来的时间里，你就会发现命运正在慢慢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祝小伙伴们能够好好把握这次清除障碍的机会。狼又来了。曾经传言2012年12月21日狼会来，但是呢狼没来。现在又有人传言说以前这个日期算错了，这次呢狼将于6月21日来。这位小 P 同学的理论呢是
Julian calendar 和现在的公历呢相差11天，所以268年累积下来就是2948天，也就是8年。然后这样一顿算下来，世界末日的时间呢就是2020年6月21日。如果世界末日的解释是地球的毁灭，那我是不认可的。但是如果像玛雅历说的，世界末日只是说明地球结束了一个时代，重新开始进入另一个时代了。如果是这样理解世界末日的话讲呢，我是认可的。1998年 Leonard Cohen 发行了一首歌，歌名叫做 First We Take Manhattan。 这首歌被称为恐怖之歌，在我的说明栏里放了这首歌的链接，感兴趣的小朋友或者没听过的可以去听听原版的。这个整个 video 拍的好像是一帮恐怖分子，然后拿着这个提箱啊，在海边，然后放下这个提箱，然后就走了。这好像寓意说那个提箱就是一种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等等，就是毁灭人类的这种大面积杀伤性武器。而且呢，这个歌词里边也是这样说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是 First we take Manhattan, then we take Berlin？ 为什么是 Manhattan and Berlin？ 2001年6月21号这个日食以后的3个月，曼哈顿的双子塔就发生了911事件，所以曼哈顿已经被拿下了。下一个就是马上的2020年6月21，他非常明确的说 First Manhattan, then we take Berlin。 为什么是 Berlin 呢？因为在1963年肯尼迪著名的讲演就是在 Berlin。 这个著名讲演呢，我放一小段不解释了，你们去 Google 这个原本讲演，你们就会明白其中的问题了。其中还有一个最诡异的地方，就是这样说的。